未央公主，接旨吧。儿臣领旨，谢父皇隆恩。公主殿下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殿下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北地呼韩那些蛮人又凶神恶煞，您去了可怎么活呀？可为何是您啊？哭什么？我又不是去送死，有什么可怎么办的？是申归虚那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在朝堂上颠倒黑白，硬生生逼着陛下换了人选。是啊，为何是我？世人都道申泽轩痴心一片，为了护着心上人张婉宁，不惜得罪当朝皇帝，搭上自己一片光明的前程。此情此心，天地可见。如果他不是踩着我的尸骨换来这所谓的光明前途，我大概也会为这份感天动地的爱情落泪吧。3年前，一片化不开的黑，将那个甩着金鞭、眉眼飞扬的少女彻底吞噬。我被困在意识的深渊里，眼睁睁看着一个陌生的灵魂住进了我的身体。她是个温柔的近乎怯懦的姑娘，不像我，生来就带着金枝玉叶的骄纵，不顺心了便摔杯砸盏，谁的面子也不给。她学着我的样子走路，却总也学会那份颐指气使的气度，学着宫里的规矩行礼，头上的布摇歪了，也只敢偷偷用指尖扶一下。她的任务是攻略新科状元申为器，于是她收起了所有的棱角，把自己打磨成了世人期待的温婉贤淑的模样。深夜的烛火下，她捏着银针，笨拙地为他缝制锦袍，指尖被扎出密密麻麻的血珠，也只是顺一顺，便继续低头飞针走线。为了替他求一个大儒门下的弟子名额，他放下公主的身段，在大儒门前冒雨站了整整3个时辰，浑身湿透，冻得嘴唇发紫。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张婉宁被流寇劫掠的那一陛下，未央公主勾结流寇残害怀王郡主，其心可诛，请陛下明察。我看着他站在大殿中央，穿着一时又一身素白的宫装，情绪失控，浑身颤抖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。严惩公吹了2国邦交，请陛下赐公主和亲。附和声此起彼伏，像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涌来，将他彻底淹没。他的眼神从最初的震惊，慢慢变成了失望，最后归于一片死寂。我知道他撑不住了。空寂的公主府里，她失魂落魄地走到铜镜前，镜中的女子面色苍白，眼眶红肿，头发散乱，哪里还有半分当年未央公主的神采飞扬？下一秒，她手轻抚在是属于那个项氏姑娘的脆弱又绝望的含义，那是我的眼神，冰冷锐利，带着蛰伏了3年的涛怒火和彻骨笑。3年了，我终于回来了。抬手拔下了头上那只深醉续送的玉簪，那是那个傻姑娘珍藏了3年的宝贝，从来都舍不戴。我指尖用力，狠狠将它摔在地上，玉簪碎成了无数片，就像那个傻姑娘支离破碎的爱情，也像我这3年来被践踏的一文不值的尊严。深醉婿张婉宁，尽管他并非是我，但他亦代表着我。殿下，您怎么了？没什么，走吧，我们回府。就像他们如今的处境，不知大理寺卿到我公主府中有何贵干？怪了，他怎么如此平静？放心不下公主，特意让我来宽慰你几句，让你早日认清现实，不要想着耍什么手段逃避和亲之事。难为大理寺卿竟操心起父皇的国事来了，自然要为陛下承分忧。公主不必耍这种心机，左右不管你如何不甘。这次和亲，你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。申归散，为何这个人是我？为何是你？公主受天下供养，难道婉宁亦是天下供养者？你如何能与婉宁相提并论？更何况婉宁身子薄弱，北地那种古寒之地，她如何去得？她去不得，我就去得。当然不止如此，公主做了这么多恶事，难道不用受惩罚吗？真是不争气！只要你在一日，婉宁就睡不安。如此，只好请你永生永世，不要再回来了。这句话像一把淬了毒的尖刀，狠狠扎进了未央的心脏，也彻底砍断了那最后一丝不属于他的情愫。大理寺卿，谢谢你。你什么意思？谢谢你。本我离开太久，久到所有人都忘了，我张舒婉从来就不是什么任人宰割的软柿子。所有欠了我的，我会一笔一笔连本带利的讨回来。公主殿下，陛下有旨，所有宗室亲贵入宫，一律下车步行。你胡说！往日里，殿下何时不是乘车入宫？奴才只是奉旨行事，还请公主殿下恕罪。殿下，他们太过分了。无妨，走路而已，又不会少块肉。这不是未央堂姐吗？今日可是来给陛下和皇后娘娘请安的，怎么在这儿走路呀？皇后娘娘宣我进宫说话，怕我中暑，特许我在宫中乘坐步辇。娘娘还等着我呢，妹妹就不与堂姐请安了。堂姐一路走来，想必热坏了吧？等我到了皇后娘娘那里，就叫人给你送伞来。堂姐，皇后娘娘召我入宫，若是耽搁了，怕是堂姐也担待不起，还请你速速让开，
莫要辜负了妹妹的一片好心才是。这甬道有3成之宽，难不成怀柔郡主身宽3丈有余，前方有人就绕不得，走不得？绕过去！殿下，他肯定会去皇后娘娘那里告您的状，到时候皇后娘娘又要为难您了。谁说我要去见皇后啊？那我们来宫里干什么？我是来乾清宫见皇帝的，见我那生理上的爹。陛下政务繁忙，请公主殿下稍等。看来3年的荒唐岁月，再加上这桩和亲的定局，终究是让我在他眼中彻底失去了任何价值。殿下，不必公公提点。公主殿下，您这又是何必呢？君无戏言，和亲的圣旨已经在的，可能您就算跪在这里也没用啊。还请公公再替我通报一声，我今日来不是来求父皇收回诚意的。那公主殿下是来……我是来叩谢父皇的养育之恩。母后在世时常教导女儿一定要孝顺父皇，如今女儿即将远嫁，不能再在父皇膝下尽孝，都是女儿的错。只求父皇满足儿最后一个心愿，与女儿见上一面。公主殿下，陛下宣您进去。儿臣参见父皇。哼，你早忘了朕这个父皇，一心一直想着你的驸马呢。女儿知道父皇为国为民，焦急竭虑，女儿怎敢忘怀？这几日，女儿借着灯火为父皇做了一副护膝和护手。你有心了。此去北地千里，女儿一定牢记父皇的教诲，宣扬大庸国威，交好2国邦交，绝不让父皇失望。和亲之事已不可改，但我必须拥有贞洁系书，到时候我不仅是和亲公主，亦是使节使。朝中有不少有志之士，朕为你挑选几名得力的随手使者，与你一同前往，如何？儿臣多谢父皇赐下臣属，只是儿臣有一个请求，所赐之人必须是儿臣的下臣，凡事需听从儿臣的调遣。年幼人有之，亦受人哄骗。儿臣是女人，注定不能成为父皇的继承者。儿臣在北国一日，北国就一日不会背叛大庸，更北方的草原部落也绝不敢冒犯大庸1寸土地。他心动了，毕竟老了，朝堂上丞相一党势力日益纵炸，已经伟大不掉。他需要一个棋子，一个绝对忠诚又不会威胁到他统治的棋子，去制衡北国。而我也为自己留一条后路，无疑是最好的选择。北国的下一任君主将从儿臣的腹中诞生。好，朕就信你一次。公主殿下，皇后娘娘有请。正打算去未央公主和以前那个莽撞冲动、恋爱脑的些事情呢，好巧姑姑就来，简直判若两人。那种琢磨不定的感觉，真让人不安。跪下！女儿不知何处得罪了母后，以致您如此疾言厉色。你在宫中借着身份欺压宗族姐妹，明知道怀柔郡主身体不好，还恶意让她暴晒在太阳之下。我作为你的母后，难道教训不得你吗？如今只听怀柔郡主一面之词，就要责罚妓女，恐怕有损国母威严。她怎么突然变得如此伶牙俐齿？这还是那个唯唯诺诺的未央吗？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？你的意思是，本宫还污蔑你不成？只是怕有的人恶意蒙骗娘娘，挑拨我们母女之间的关系。堂姐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平时我退避三舍就是了。可皇后娘娘是你的母后，你怎么能如此不敬呢？这话说的，娘娘为了证明女儿的清白，特意叫儿臣来问话，怎么能说是不敬呢？不知道的还以为怀柔郡主在挑拨我们母女的关系呢。我且不问你欺压怀柔郡主之事，你与怀柔郡主一同入宫，为何不先来拜见我，反而先去见了陛下？确实是儿臣疏忽了。你也知道父皇政务繁忙，不好放着士大夫们不管，这才让女儿多等了几分。陛下政务繁忙，堂姐为何不先行拜见皇后娘娘？怀柔郡主的意思是要我把父皇放在母后之前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这就不劳未央你操心了，你毕竟快出嫁了，哪里有出嫁女总插手娘家事情的道理？正要跟母后说呢，嫁妆可要劳烦母后多多操劳了。是啊，堂姐，我那里有不少上好的布匹和药材，等回头我让人给你送去，给你添妆。妹妹现在后悔也不晚。你若是愿意替我去和亲，我向父皇求求情，让你带1、2藤妾同去，想必父皇不会不同意。怎么能肆意玩笑呢？陛下日理万机，你有什么想要的，母后尽管告诉母后。这是我嫁去北国所需的物品清单，劳烦母后费心了。未央，你这就不懂事了。宫中公主出嫁都有定例，怎么能由着你想怎么样就等怎么样呢？母后有所不知，我这一去不仅是和亲公主，更是大庸的节使。母后总不让大庸在北国失了面子吧？什么？父皇已经下旨封我为大庸持节使，代表复合，圣旨很快就会送到宁宫。若是嫁妆太过寒酸，还请母后务必在我出嫁前备齐。儿臣还有事，先行告退。公主殿下，陛下特意吩咐赐您步辇1乘，准您在宫中乘车通行。殿下，
不好了，殿下，沈慧勋那个狗东西带着人当街拦住了我们的马车，还在那里大放厥词，污蔑您跋扈欺人。哦，他倒是来得快。什么生不会了的熬年，好伶俐的一张嘴，不愧是公主身边忠心耿耿的狗，难怪在皇后娘娘面前也敢肆意欺辱。你胡说八道，明明是你故意拦住我们的，还出言不逊。我出言不逊，世人皆知你家公主骄纵跋扈，作恶多端，真是灵通的很。难不成大理寺称平日里的职责就是窥探宫闱之事吗？公主何必给我网络罪名？世人皆知会因你一人之言就对忠臣有所偏颇，满京城谁不知道公主的所作为？庆幸，你们都听好了。公主放下身份。去年申老夫人病重，公主散尽黄金，为老夫人寻遍天下名医。公主不惜重辛，替申大人讨名列字画，让她在文会上大放财，扬名天下。可你呢？你踩着公主的身份上位，得权得势之后，不仅不知感恩，反而反咬一口，处处污蔑公主。原来申大人的功名都是靠公主得来的。你这个贱婢，竟敢在此胡言乱语，污蔑朝廷命官！我与你们公主说话，什么时候轮到你个婢子插嘴了？至于大理寺卿口中那些被我欺压的无辜，今日在谢的诸位乡亲，若是有谁受过我张长婉的欺压，站出来，就是不知道申大人敢不敢。大理寺与刑部都是朝廷重器，岂能因公主一己之私就公器私用、滥用职权？公器私用？我记得父皇下和亲圣旨之前，申大人在朝堂上声泪泣私，剑条公之宴什么，本宫不过是如你所愿，用不要还就是个天家事，事公之于众，全凭你申大人一句话说了算。微臣不敢。好了，申大人与其在这里拦住我的车驾，为了你的心上人刁难本宫，不如好好想想该如何向父皇解释。我已经让人进宫禀报，你当街阻拦公主车驾，面斥公主于庶宾之前，窥探宫闱等数项大不敬之罪。你好好想想该如何向父皇谢罪吧。你胡说！我只是顾念以往的情分，好心规劝你。闭嘴！你我之间还有什么情分可言？规劝之责自有公主府的辅臣，有宗室的宗老，就算到了朝堂之上，还有御史大夫。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大理寺卿来督察百官了？3年前，我称病不见，你冒着倾盆大雨，一步步走上护国寺的9900级阶梯，求我康复。那时候的你，眼里心里全是我。张小婉，今日之事是你算计好的，对不对？你怎能如此心思恶毒？我不过是将和亲之人改成了你，你竟要如此报复我！申大人，脑子是个好东西，可惜你没有。本宫爱你时，你如珠似宝；本宫不爱你时，你便贱如草芥。本宫一时疏忽，被燕啄了眼，我认了。可你又算什么东西？只准你算计别人，不准别人反击你。你比我那些兄弟还贵重不成？申大人，你给我记住了，本宫就算是和亲他国，也是大雍的公主，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上来踩一脚。申大人，你给我记住了，本宫就算是和亲他国，也是大雍的公主，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上来踩一脚。我们走。殿下，这个处罚也太轻了，申维和那个狗东西竟然只被禁足1个月。我早有所料，他现在是丞相跟前的红人，父皇还要靠着丞相制衡其他势力，自然不会重罚他。不过这只是开始。庆幸，奴婢在。你把这些滥竽充上的东西全部抬到坤宁宫去，你去问问皇后，世人都知道我的嫁妆是她亲手准备的。如今我不仅是公主，更是大雍的节使，别说什么疏忽苦衷，嫁妆里的东西不能彰显国威也就罢了，难道他想把大雍的脸丢到北国去吗？丢我一个人的脸没什么，就是不知道丢了父皇的脸，丢了大雍的脸，他担待不担待得起？是，奴婢这就去。殿下，如此一来，是不是把皇后得罪得太狠了？傻丫头，要闹就得趁这个时候闹。以往我不过是吃糕点时觉得硬了一点，就被人口诛敌伐，恨不得让我给厨娘磕一个头。昨天我当街踹了申桂轩一脚，今天不也什么事儿都没有吗？因为这些高高在上的士大夫们觉得，反正我都要远远的嫁出去了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不值得在我身上花心思。他们甚至觉得行节喜书在我手里也不过是个摆设，到时候做主的还是我名义上的那些属臣。谁让我是女人呢？所以这些日子我要什么，他们就会给什么。他们还得感谢我，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争权夺利的好位置。
节度使的副手，谁不想当？名义上是我的下属，又怎么样？那可是实打实的实权。让他们争一争，这样送到我手里的人，才不至于都是草包。这些仇都记着，等我回来的时候，再给在场所有的垃圾来个阎王大点名。殿下，时辰差不多了。父皇，女儿要走了。父皇，女儿这一去，不知何时才能相见，还望父皇多加参视，保重身体。女儿会日夜思念父皇，为父皇祈祷，家国太平。好孩子，苦了你了。到了北国，好好照顾自己。若是受了委屈，就派人告诉父皇，父皇永远是你的后盾。谢父皇。真不要脸，以为别人倒像他一样，平日里享尽荣华富贵，到了奉献的时候就推三阻四。就是，还勾引人家的未婚夫，硬生生把婚事抢走。现在好了，偷鸡不成蚀把米，把自己赔进去了吧？哼，这都是他活该。娘娘，闭嘴！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你是什么身份？轮得到你开口说话吗？前些日子乱说话、乱传消息，吃的教训还不够吗？你可知丞相为了保下申桥虚，花了多少心思？皇后娘娘吩咐让我们好好伺候公主殿下。我们姐妹最是忠心，怎么能偷懒呢？以往一直都是我们4个伺候殿下的，你们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去？你也说了是以往，现在皇后娘娘把我们赐给了公主殿下，以后伺候殿下的事情，就不劳你们费心了。长者赐，不可辞。公主殿下最是孝顺，总不会忤逆皇后娘娘的意思吧？吵吵闹闹的，像什么样子？你过来。公主殿下有何吩咐？给我倒杯水。公主殿下，请用茶。你先喝。公主殿下怎的这么娇气？这劳车舟顿的，奴婢哪里去给您找热茶？再说了，您自己也说您是去当节使的，不是去享福的，这么一点苦都吃不了，让别人怎么看你？茶凉不凉没关系，两国邦交再怎么小心都不为过。所以这些日子我的饮食一律由贴身宫女先试，我在用。你们既然是皇后娘娘派来贴身伺候我的，那试毒的事情自然也该由你们来做。还是说你们不愿意？不过是一杯凉茶而已，怎么可能有毒？公主殿下，现在可以了吧？啊！肚子，我的肚子好痛！肚子，我的肚子好痛！他晕倒了！
今日若不是皇后娘娘赐下的这位宫女忠心耿耿，为我试毒，我恐怕早已命丧黄泉了。还请诸位大人快马加鞭，将此事传回京城，严明有人要破坏两国邦交，刺杀大庸结使。公主殿下稍安勿躁，臣等一定会彻查此事，护卫公主殿下周全。你们也看见了，这一路少不得血雨腥风，以后我的饮食就都麻烦你们了。如今不过出行几日，我身边的大宫女就少了一半，我这心里实在是不安得很。你去把所有的属官和将军都叫到我的帐篷里来，我有要事要交代他们。这些日子，我身边的侍毒宫女屡屡惨遭毒手，诸位大人心中可有什么头绪？公主殿下放心，臣等已经加派了人手护卫殿下的安全。放心，第一个宫女死的时候，你们就是这句话。如今我身边的宫女已经死了5个了，你们一抓不住贼人，二拿不住线索，一天天就知道敷衍我。你们是不是觉得我现在人在半路，父皇不可能把我叫回去，就可以肆无忌惮的欺辱我？公主息怒，臣等不是没有线索，实在是臣等身份低微，不敢有言啊。身份低微，不敢？几位大人在说什么笑话？要说身份低微，这宋清的队伍里谁的身份低得过我？奴婢敢欺上头来，下官比父皇还像我的爹。从不拜见也就算了，我叫人去请一次，还要3推4就，真当天高皇帝远没人能管得了你们了。所幸离出大虞国境还有些日子，不如我上一封折子，把你们这群吃干饭的玩意儿全部换掉，免得到了北国彼此之间帮不上手不说，哪天再把我害死了。公主殿下乃千金之躯，如何能说如此不吉利的话？我等自出发以来兢兢业业，不敢有失，就算公主告到陛下面前，我等也是不认的。更何况殿下身负两国邦交的重任，怎能以一己之私滥用信使？还请殿下打消这个念头。我滥用信使，就你也好意思说自己兢兢业业？罢了，我知道我使不动你们，不过父皇有先见之明，早就赐给我暗卫1、2，送信这种小事就不劳烦诸位大人了。什么？就这点胆量也敢跟我斗？不过父皇既然安排你们做我的属官，想必你们各有所长，都是才华横溢、能力出众之辈，所以我又叫人把送信的暗卫召回来了。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今后若是再有谁阳奉阴违、不听调遣，我必以节使的身份将其罢黜，让副官顶上。我等皆是忠君爱国之人，陛下既安排我等在公主殿下手下，那公主殿下就是我们的君，带到北国，上下一应是我，莫敢不从。我等愿听公主殿下调遣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我一个妇道人家，远嫁他国，宗中难战场，刚才不免疾言厉色了些，还请诸位莫怪。诸位到了北国，我在宫中，诸位在宫外，我们这两国上下一心，才能不辜负顾所托，才能为国分忧。我等必助公主殿下一臂之力，保两国边境再无战火。人生短短几度秋，我们能活多久呢？何不叫边关有万世之太平？若是下一代北国皇帝是我大庸的血脉，那岂不是万世太平？我知道你们在担心什么。北国不是大庸，没有那么重视血脉正统。往前数3代，北国的太后哪一个不是外族女子？若是此事能成，到时候诸位可都是名垂青史的大功臣啊！臣等必定肝脑涂地，以报公主殿下。臣等愿效犬马之劳。威势只能让他们害怕和警惕，只有利益才能让他们真正的为你卖命。殿下，王大人不小心坠马死了，这是禁卫们在他身上搜出的内鬼密信。你们有心了，告诉文大人，我知道了。传令下去，车队减缓速度。殿下，我们不快点赶路吗？早点到北国王庭，也能早点安顿下来。不急，越是临近王庭，越是要沉住气。我们走得越慢，北国的人心里就越没底。让我们带来的医者沿途为有病又伤的北国百姓看病赠药，分文不取。不用盖了。今天我要让北国的人好好看看大庸的结使长什么样子。
你就是大庸来的那个公主，长得倒是有几分姿色。不过我警告你，贤王是我未来的丈夫，你最好老实一点，乖乖做个侧妃，否则我不会饶过你。你胡说什么？我们公主嫁的是北国太子，不是什么贤王。太子，也不看看你们大庸现在是什么德行，一个被古国抛弃的公主，也配嫁给我们的太子？你们现在就乖乖跟我从侧门进去，不然的话，休怪我不客气。放肆！竟敢对我国公主无礼！住手！我阿兄说了，能让你嫁给贤王做侧妃，已经是给你们大庸天大的面子了。岂有此理！两国和亲早已定下盟约，你们怎能如此出尔反尔？只要你懂事，以后偏居一隅，我也不是不能给你一口饭吃。青竹，把金节系书拿来。我是大庸皇帝亲封的持节使，代表大庸皇帝与北国议和。按照两国邦交之礼，北国皇帝应当亲自率领文武百官，打开王城正门，迎接我入城。现在，去把能做主的人叫来，让他打开王城正门，以国礼迎我入城。否则，我立刻率领车队返回大庸。届时，两国兵戎相见，所有的后果，由你和你的贤王一力承担。久闻大庸未央公主貌美如花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刚才是阿拉不懂事，冒犯了公主，还望公主海言。打开王城正门，迎大幽公主入城。多亏了公主殿下有先见之明，提前拿出了星节系书，不然的话，我们今天恐怕真的要被他们从侧门送进去了。到时候，大幽的脸面就丢尽了。北国也太欺人太甚了，竟然临阵换亲，岂有此理！殿下，您先喝杯茶暖暖身子，刚才真是吓死奴婢了。临阵换亲。不是阿古拉的意思，也不是贤王的意思，是太子和北帝的意思。殿下何出此言？太子地位不稳，需要本国势力强盛的七族支持他。如果娶了我，他就必须立我为正妃。这样一来，他就会得罪那些手握重兵的北国贵族。他不愿意，可他又不愿担上折辱大庸、破坏两国邦交的名声，于是就想出了这么一个主意，把我推给贤王。可贤王已经有了未婚妻阿古拉，而且阿古拉的家族也是北国的大部落，贤王也不愿意娶我，得罪阿古拉的家族，所以他才纵容阿古拉来给我们一个下马威，想让我们知难而退，主动同意做侧妃。那北帝呢？他就不管管吗？北帝是故意的，他支持贤王，就是想借着这件事教打太子，同时也想看看我的反应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难道真的要嫁给贤王吗？不，我既不会嫁给太子，也不会嫁给贤王，我恐怕会直接入宫。入宫？殿下的意思是？北帝不过40-50出头，春秋鼎盛，他的儿子们现在就开始争权夺利，他心里怎么可能舒服？把我留在身边，既不得罪大庸，又能利用我制衡太子和贤王，这对他来说是最好的选择。念大庸公主千里迢迢而来，辛苦备至。太子与贤王皆已有婚约在身，不忍委屈公主，特封未央为皇贵妃，为同父后，择日入宫。殿下，这也太委屈您了，北帝都能做您的父亲了。委屈？不，这是天大的好事。这万用30万，嫁给太子或贤王，我只能做一个依附于他们的王妃，处处受他们的掣肘。可嫁给北帝，我就是皇贵妃，
只要我能获得他的信任，就能名正言顺地接触到北国的权力核心。老男人有老男人的好处，至少能让我少花20年的时间，走到权力的顶峰。委屈你了。陛下北击匈奴，西取回，是何等的英雄人物！如今能来到陛下身边，是妾的福气。你有心了。功罪万岁！哈哈哈哈哈！陛下看起来很喜欢你。喜欢？帝王的喜欢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值钱的东西。他现在对我好，不过是因为我还有利用价值。不过没关系，他利用我，我也在利用他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要在这北国的皇宫里扎下根了。这里比大雍的皇宫更加危险，更加残酷，一步踏错就是万劫不复。所以接下来的每一步我们都要小心翼翼。文大人，臣在。你立刻去整理我们带来的所有嫁妆，尤其是那些粮食种子、农具和书籍。明天我会向陛下请旨，让我们带来的工匠和商人在王城外面开设作坊和商铺，与各个部落做生意。所有赚来的钱，一部分用来收买宫中的太监宫女，建立我们的情报网；另一部分用来继续救济百姓，捐洋，收买民心。是，臣明白。薛灵，末将在。你负责训练我们带来的500士兵，这500人是我们唯一的武装力量，必须保证他们绝对忠诚，战斗力强悍。同时，你还要暗中联络那些在北国不得志的将领，许以高官厚禄，为我所用。末将遵命。青梅，你继续负责义诊的事情，不仅要给百姓看病，还要从中挑选那些无家可归的孤儿，尤其是女孩，把她们集中起来，教她们读书写字、医术武功。她们将是我们未来最锋利的刀。是，奴婢记住了。青竹，你负责宫中的情报传递，收买所有能收买的人，密切关注皇后、太子、贤王以及其他所有妃嫔的一举一动，任何风吹草动都要第一时间向我汇报。是。殿下，我们一下子做这么多事情，会不会引起北帝的怀疑？不会，我会向他解释，送一个外敌，这一切都是为了更好的融入北国，为了两国的和平。他只会觉得我一个外来的女子无依无靠，做这些事情不过是为了能在宫里站稳脚跟。他越是轻视我，对我们就越有利。来了，坐吧。既然进了宫，就要守宫里的规矩。我们北国不比你们大雍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。只要你安分守己，好好伺候陛下，我自然不会亏待你。切谨记娘娘教诲。哟，这就是新来的皇贵妃妹妹吧？果然长得国色天香，难怪陛下这么喜欢。这是丽妃，是贤王的生母。见过丽妃娘娘。姐姐，你也不管管。
这新来的妹妹刚进宫就把陛下的魂儿都勾走了，以后我们这些人可还有好日子过吗？丽妃娘娘说笑了，陛下心里最敬重的是皇后娘娘，最疼爱的也是各位姐姐。妾不过是个外来的，怎么敢和各位姐姐争宠呢？妾这次来还给各位姐姐带了些礼物，都是大雍的一些小玩意儿，不成敬意，还望各位姐姐不要嫌弃。妹妹真是太客气了，这东西真好看，多谢妹妹了。姐姐喜欢就好，以后妹妹在宫里还要仰仗各位姐姐多多照顾呢。殿下，您刚才真是太厉害了，几句话就把他们都哄开心了。这只是开始，后宫之中最不缺的就是女人和争斗。我不想把精力浪费在这些无聊的争风吃醋上，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和他们保持距离，井水不犯河水。只要他们不惹我，我也不会去惹他们。今天去给皇后请安，还顺利吗？挺顺利的，皇后娘娘和各位姐姐都对我很好，还给了我不少赏赐呢。那就好。你初来乍到，有什么不习惯的，或者想要什么，尽管跟我说。妾什么都不缺，只是妾带来了一些工匠和商人，还有不少粮食种子和农具。妾想着，北国的百姓生活都不容易，不如让他们在王城外面开设作坊和商铺，教百姓们耕种和做工。这样一来，既能改善百姓的生活，也能促进两国的交流。另外，妾带来的那些医者，医术都还不错，妾想让他们继续在民间义诊，救助那些贫苦的百姓，也算是为陛下积点德。你有这份心，很好。这件事朕准了，朕会让人给你一块地，再派些人协助你。多谢陛下。你是朕的妃子，为朕分忧是应该的。北帝的宠爱不过是镜花水月，只有握在自己手里的权力和实力才是最可靠的。我要像蛰伏的猛兽，等待时机，给予敌人致命一击。这3年里，北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带来的工匠和商人在王城外开设商铺，赚取的财富源源不断流入我的口袋。我用这些钱开设义诊点，修建数十所孤儿院和学堂，推广农具，提高粮食产量。未央将粮食产量，百姓们现在都叫我活菩萨。陛下觉得我毫无野心，对我的信任达到了顶峰，甚至允许我参与政务。但我知道，他心里始终存着一丝防备，毕竟我是大雍的公主。殿下，陛下派人来了，说请您去御书房一趟。知道了。未央，过来。陛下，您找妾有事吗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好久没和你说话了，想你了。这3年辛苦你了，多亏了你，北国的百姓才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。这都是陛下的功劳，妾只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而已。来人，
把那碗羊乳羹端上来。这是朕特意让人给你炖的，补补身子，快喝了吧。3年了，北帝终于放下了最后的防备，允许我生下他的孩子。这碗羹没有毒，但加了能让女子怀孕的药。这是男人对女人最傲慢的恩赐。他以为只要我生下了他的孩子，就会彻底死心塌地地跟着他，再也不会有二心。多谢陛下，陛下对妾真好。给朕生个皇子吧，朕一定会好好待你们母子的。殿下，那碗羊乳羹没事，里面加了助孕的药。北帝终于肯让我生孩子了。太好了，只要殿下生下皇子，以后在这宫里就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您了。不，生孩子不是为了争宠，也不是为了在宫里站稳脚跟，是为了北国的江山。只有我生下了北帝的孩子，我才有资格参与到夺嫡之争中，才有机会将北国的江山掌握在我的手里。3年的蛰伏，终于等到了这一天。棋局已经布好，接下来就是收网的时候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是全军听令，踏平敌营。去。好，朕赐名耶律臣，小名臣儿。传朕旨意，大赦天下，举国同庆3日。孩子，这世间薄情，所以我爱的从来只有权力。父皇，母妃。我们的臣儿真是太聪明了，长大了一定是个了不起的英雄。太子殿下是嫡长子，继承皇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天经地义，在北国从来就没有什么天经地义，只有强者才能坐上那个位置。朕的那几个儿子，一个个狼子野心，巴不得朕早点死。他们眼里只有皇位，没有父子亲情。陛下，您别这么说，几位皇子只是年轻气盛而已，他们心里还是很敬重您的。哼，敬重？他老了，人一老就会变得多疑。他开始怀疑自己的那些儿子是不是真的盼着他死。而陈儿，这个他老来得子的小儿子，天真无邪，对他没有任何威胁，自然就成了他心里最柔软的地方，就像在看一件即将打出王牌的兵器。我要做的就是不断地加深这种印象，让他觉得只有陈儿才是真心对他好的，只有陈儿才值得他托付江山。从那天起，我开始有意无意地在北帝面前教导陈儿，我要他孝顺父皇，友爱兄弟，知足常乐，不要争强好胜。我要让北帝觉得陈儿的善良和懂事是天生的，是和他那些野心勃勃的儿子完全不一样的。
时间一天天过去，晨儿也一天天长大。转眼间，晨儿已经9岁了。她长得眉清目秀，聪明伶俐，文武双全。不仅北帝喜欢她，宫里的很多人也都很喜欢她。而北帝的身体却越来越差，他开始频繁的生病，处理政务的时间越来越少。皇宫里的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。太子和贤王都知道北帝时日无多，双方都在暗中积蓄力量，准备在北帝驾崩之后夺取皇位。一场血雨腥风即将来临。我知道，我等待了9年的时机，终于要到了。把这个交给蒋将军和薛将军，告诉他们，账清了，这个生意以后不用再做了。殿下，真的要这么做吗？一旦动手，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。我从来就没有想过回头。9年的布局，就为了今天。去吧，按照我们原定的计划行事。是。北帝病重的消息像一块巨石投入了平静的湖面，在整个北国王庭激起了千层浪。太子耶律洪和贤王耶律明都以探病为由频繁出入皇宫，双方的人马在暗中调动，王城内外弥漫着一股浓浓的火药味。未央，辛苦你了。陛下，这是妾应该做的，您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您还要看着晨儿长大成人，娶妻生子呢。朕自己的身体自己清楚，朕怕是撑不了多久了。陛下，父皇，您不会有事的。晨儿还要父皇陪我玩呢。好，父皇答应你，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母妃，父皇真的会好起来吗？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，晨儿，你要学会接受。那如果父皇不在了，会怎么样？如果父皇不在了，会有很多人想要抢父皇的位置，到时候会发生战争，会有很多人死去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别怕，有母妃在，母妃会保护你，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。而且晨儿是男子汉，也要学会保护自己，保护母妃，知道吗？庶母，庶母又怎么样？庶母年轻貌美，难道就要这样守着一个老头子虚度青春吗？只要你肯站在我这边，等我登基之后，我就封你为皇后，到时候你就是北国最尊贵的女人，岂不比现在做一个处处受字的皇贵妃强得多？太子殿下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！若是再敢胡言乱语，我就立刻去告诉陛下，让陛下治你的罪。告诉父皇，你觉得父皇现在这个样子，还能治我的罪吗？庶母，你好好想想，现在整个北国，谁不知道太子之位非我莫属？我是陛下的妃子，生是陛下的人，死是陛下的鬼。太子殿下，请回吧，不要在这里污了陛下的御花园。庶母，你会后悔的。哼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
等我登基之后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陛下，哼！回宫。殿下，您回来了。刚才奴婢看到太子殿下，他有没有为难您？他倒是不敢把我怎么样，不过他刚才竟然敢调戏我，还想拉拢我，真是胆大包天。这个太子也太不像话了！陛下还在呢，他就敢如此放肆！要是陛下真的不在了，他还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情来。青竹回来了吗？还没有，应该快了。殿下，陈儿，你先回去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都安排好了。蒋将军和薛将军已经带着人马埋伏在了王城外面，只要您一声令下，他们立刻就能攻入王城。宫里的暗线也都已经就位，随时可以行动。很好。刚才我和太子在御花园说话的时候，北帝是不是在旁边？是的，殿下，陛下当时就在不远处的凉亭里。那万一陛下误会了您怎么办？误会？他不会误会我，他只会误会太子。我刚才对太子的态度那么坚决，他都看在眼里。他只会觉得我对他忠心耿耿，而太子不仅不孝，而且荒淫无道，竟然敢调戏自己的庶母。这样一来，他对太子的印象就会更差，对陈儿就会更加偏爱。殿下真是太聪明了，这样一来，不用我们动手，陛下自己就会对太子产生不满。这只是第一步，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。斥责太子耶律洪无君无父，德行有亏，罚其在东宫闭门思过，没有旨意，不得外出。未央，过来。陛下，您今天感觉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昨天的事情朕都看到了，委屈你了。陛下，您别这么说。只要陛下相信妾，妾就不委屈。朕当然相信你。朕真是瞎了眼，竟然养出了这么一个逆子。陛下，您别生气，太子殿下只是一时糊涂，等他想明白了，一定会知错悔改的。哼，悔改？哼，他要是能悔改，太阳就从西边出来了。朕算是看明白了，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朕这个父亲，他只想着朕的皇位。还是陈儿懂事。朕100年之后把江山交给陈儿，朕才能放心。遗诏呢？先帝的遗诏呢？不知道啊，刚才还在王公公手里呢，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？肯定是有人把遗诏藏起来了！快找，给我仔细的找，就算是把整个皇宫翻过来，也要把遗诏找到。耶律明，你什么意思？竟敢让你的人打我的人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谋反，太子殿下，你也太天真了。先帝驾崩没有遗诏，自然是能者居之。这个无君无父、德行有亏的东西，也配当北国的皇帝？我看这皇位还是由我来做比较合适。来人，请太子殿下一步。耶律明，你敢！太子殿下，我说过你会后悔的。耶律明，绝不会就此罢休。那你就永远待在该待的地方。来人，将太子押入冷宫，
有事不得出宫。不要，贤王，求求你放过红儿吧，他是你的兄长啊！亲哥哥，在皇位面前没有亲兄弟，带下去看管。皇贵妃娘娘，别来无恙啊！没想到吧，最后赢的人是我。贤王，构陷宗室，擅揽大权，图谋地位，你就不怕落得千古骂名吗？构陷宗室啊！太子获罪被我处置，没错。可先帝并非我所害，是身染众生病。至于谋朝篡位，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自古以来都是如此。皇贵妃娘娘，你长得这么美，我也不想赶尽杀绝。只要你肯归顺于我，我就封你为皇后。辰儿，我也会封他为王爷，保证你们母子荣华富贵，享之不尽。你做梦！我是先帝的皇贵妃，怎么可能归顺你这个谋逆之臣？谋逆之臣，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。什么？这些宫女怎么会武功？耶律明，你以为我这9年在宫里只是吃喝玩乐吗？你太小看我。王爷，不好了，外面来了好多军队，把皇宫包围了。什么？哪里来的军队？是薛将军和蒋将军的军队，他们说是奉了先帝的遗诏，前来秦王护驾，平定叛乱的。薛将军和蒋将军，这2个人一直都是中立派，从来没有参与过夺嫡之争。他们怎么会突然带兵前来？而且，他们怎么会有先帝的遗诏？先帝遗诏在此，先帝遗命，传位于晋王耶律臣，皇贵妃未央垂帘听政，辅佐新帝。耶律明杀兄弑父，谋朝篡位，罪不容诛，即刻拿下，斩立决。遵旨。这一切都是你算计好的。没错，从你决定逼宫的那一刻起，你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。9年的蛰伏，9年的布局，我终于成为了北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。大幽丞相发动政变，大幽内乱，朝野动荡。大幽丞相李斯3日前发动政变，率领禁军攻入皇宫，囚禁了陛下。李斯假传圣旨，诛杀了3位忠良大臣，自封相国，总揽朝政，大雍朝野一片动荡。太后，大雍内乱对我们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但也是巨大的风险。李斯手握重兵，在大雍经营多年，势力根深蒂固，我们若是贸然出兵，恐怕会得不偿失。是啊，太后，我们北国刚刚经历内乱，百废待兴，此时出兵，国库空虚，粮草不足，万一战事不利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太后，末将不同意2位大人的看法。李斯谋朝篡位，不得人心。我们此时出兵，打着秦王救驾的旗号，名正言顺，一定会得到大雍百姓和忠义之士的响应。而且，大雍的皇帝是您的亲生父亲，您作为大雍的公主出兵救辖，天经地义。若是我们坐视不管，不仅会被天下人耻笑，也会寒了那些心向大雍的百姓的心。薛将军说的对，李斯虽然手握重兵，但他弑君篡位，名不正言不顺，他的军队军心涣散，战斗力不强。我们北国的铁骑骁勇善战，
只要指挥得当，一定能攻破京城，平定叛乱。诸位说的都有道理，但你们只看到了风险，没有看到更大的机遇。大庸和北国征战了数百年，百姓流离失所，苦不堪言。这数百年来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统一两国。而现在，机会就在我们面前。我是大庸的公主，是先帝亲封的持节使，我的儿子是北国的皇帝。只要我们平定了大幽的叛乱，救出了父皇，那么我就有资格，也有能力将大幽和北国合二为一。从此，再也没有南北之分，再也没有战乱之苦，天下的百姓都能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。这不仅是为了我个人的恩怨，更是为了天下苍生。太后英明，末将愿率领铁骑，为太后效犬马之劳，平定叛乱，统一两国。臣等愿为太后效命。好，薛灵听令。末将在。命你为兵马大元帅，率领10万铁骑，即刻出征，攻打大庸。末将领命。文大人听令。臣在。命你为后勤总管，负责调集粮草，供应大军所需，同时联络大庸境内所有反对李斯的忠义之士，让他们响应我们的秦王大军。臣遵旨。蒋将军听令。末将在。命你率领3万大军镇守王城，稳定后方，确保我们没有后顾之忧。末将领命。其余众将与我一同出征。母娘，你一定要平安回来。晨儿放心，母妃很快就会回来。你在宫里要好好听蒋将军的话，好好学习处理政务。等母妃回来，要看到一个更加优秀的皇帝。母妃，我等您回来。将士们，大庸丞相李斯谋朝篡位，囚禁君主，残害忠良鱼肉百姓。今日，我以北国皇太后、大庸持节使的身份，率领你们出兵秦王。母娘，你一定要平安回来。晨儿放心，母妃很快就会回来。你在宫里要好好听蒋将军的话，好好学习处理政务。等母妃回来，将士们，你们愿意跟随我去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盛世吗？愿意，愿意，愿意。好，出发！大义，我回来了。守关的将领是李斯的心腹，他原本以为北国刚刚经历内乱，国力衰弱，不堪一击，没想到北国铁骑的战斗力竟然如此强悍，仅仅1个时辰，雁门关就被攻破了。守关将领战死，魏庸没有战死，3万使军全军覆没。雁门关失守的消息像一颗炸雷，在大庸的从京城炸开了锅。李斯惊慌失措，他想乘热锅上的朝堂凌下，逼不得已，立刻调集了20万大军，前往潼关布防，企图阻止北国铁骑南下。同时，他还下旨命令各地的驻军火速进京秦王，但响应者寥寥无几。李斯谋朝篡位，不得人心，各地的将领大多对他阳奉阴违，有些人甚至已经暗中联络了未央，准备倒戈相向。
未央率领大军一路势如破竹，所到之处，百姓们夹道欢迎。他们早就受够了李斯的残暴统治。听说未央公主率领大军前来秦王，都纷纷拿出粮食和酒水犒劳大军。很多地方的守将更是不战而降，打开城门，迎接未央的大军。太后，真是太好了！我们已经连续攻破了5座城池，现在距离潼关只有不到50里了。李斯一定会在潼关集结重兵，和我们决一死战。潼关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这一战将会是我们最艰难的一战。末将明白，末将已经派人去探查潼关的布防情况了，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。传令下去，大军原地休整1日，养精蓄锐，准备攻打潼关。是。报太后，温大人传来好消息，大雍的3位藩王已经决定起兵响应我们，他们率领15万大军，正在向京城进发。另外，京城内部的忠义之士也已经联络好了，只要大军一到，他们就会在城内接应。太好了，真是天助我也！有了3位藩王的支持，我们的实力又增强了不少。再加上城内的交印，攻破潼关指日可待。李斯逆贼，你谋朝篡位，囚禁君主，残害忠良，罪大恶极。今日我率领秦王大军前来讨伐你。你若是识相，就立刻打开城门，投降认罪。我可以饶你一条全尸。休要猖狂！你一个被北国抛弃的和亲公主，有什么资格来讨伐我？我看你是想借着秦王的名义谋夺大雍的江山。我劝你还是速速退兵，回到北国去。不然的话，我让你有来无回。冥顽不灵。既然你不肯投降，那我就只好攻破潼关，取你项上人头。宣令听令，末将在。率领大军攻城。末将领令。等等，不用急，李斯已经是强弩之末了，我们再等等。等什么？等我们的内用，打开城门。城门开了！城门开了！冲啊！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12年前，我就是从这里被送往北国和亲。那时候的我，众叛亲离，狼狈不堪。12年后，我带着10万大军，王者归来。这一次，我要拿回属于自己的一切。是强婉，是我的强婉回来了！快打开城门，迎接公主殿下进城！陛下，公主殿下到了。强婉，父皇，儿臣救驾来迟，让父皇受惊了。不晚，不晚。强婉，父皇对不起你，父皇不该把你送去北国和亲，父皇知道错了，
你能原谅父皇吗？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儿臣这次回来，不是为了追究谁的过错，儿臣是为了平定叛乱，稳定大雍的江山。好，父皇知道你是个好孩子，这次多亏了你。要是没有你，父皇恐怕早就死在李斯那个逆贼的手里了。现在叛乱已经平定了，朕也老了，身体也不行了，这大雍的江山就交给你了。怎么会这么轻易就交权？朕当了一辈子的皇帝，早就累了。这些年来，父皇昏庸无能，宠信奸佞，把大雍的江山搞得乌烟瘴气。父皇对不起列祖列宗，也对不起天下的百姓。北国在你的治理下蒸蒸日上，父皇相信你一定能把大雍治理得更好。而且你是朕的女儿，这大雍的江山本来就该是你的。父皇，您言重了，儿臣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。至于江山社稷，还是需要父皇来主持大局，儿臣会在一旁辅佐父皇。不，父皇已经决定了，明天朕就下旨禅位于你。父皇，好了，别说了，朕意已决，你就不要再推辞了。好吧，既然父皇如此信任儿臣，儿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当天晚上，未央就下旨安抚百官，大赦天下。同时，他还下令为那些被李斯杀害的忠良大臣平反昭雪，厚葬他们的家人。未央的这些举措，赢得了满朝文武和天下百姓的一致好评。所有人都觉得未央公主一定会是一个好皇帝，但有2个人却坐不住了，那就是申归须和张婉宁。自从李斯发动政变后，申归须因为是李斯的党羽，被提拔为礼部尚书。他和张婉宁过上了更加风光的日子。他们以为李斯会一直掌权下去，没想到未央竟然带着大军杀了回来，还平定了叛乱。现在未央成了大雍实际上的掌权者，他们的好日子到头了。怎么办？贵星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未央公主一定会报复我们的，她一定会杀了我们的。别怕，未央现在刚刚平定叛乱，正是收买人心的时候，她不会轻易杀我们的。而且，我怎么说也是朝廷的礼部尚书，她要是无缘无故的杀了我，一定会引起大臣们的不满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我们明天一早去求见未央公主，向她请罪。只要我们态度诚恳，她一定会原谅我们的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未央早就已经给他们准备好了惊喜。公主殿下有旨，宣你们进去。公主殿下在里面等着你们，进去吧。罪臣宣参见公主殿下，公主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。罪妇张婉宁参见公主殿下，公主殿下千岁千千岁千千岁。申归轩、张婉宁，你们2个可知罪？罪臣知罪，求公主殿下饶命，求公主殿下饶命啊！罪妇知罪，求公主殿下饶命，求公主殿下饶命啊！知罪？那你们倒是说说，你们都犯了什么罪？罪臣不该依附李斯逆贼，助纣为虐。罪臣不该当年对公主殿下不敬，求公主殿下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饶了罪臣这一次吧。
罪臣以后一定做牛做马，报答公主殿下的大恩大德。往日的情分，申归勋，你也配和我谈情分？当年你寒门出身，一无所有，是我不顾所有人的反对追求你，是我动用公主的权力为你铺路，让你从一个小小的状元一步步升到大理寺卿。可你是怎么回报我的？你踩着我的尸骨上位，得权得势之后，反而反咬一口，处处污蔑我，抹黑我，最后甚至亲手将我推向了和亲的深渊。你说这笔账我们该怎么算？公主殿下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知错了，我罪该万死，求您大人有大量，饶了我吧。公主殿下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勾引了申大人，不关他的事，您要罚就罚我吧。闭嘴！你们两个，一个狼心狗肺，一个蛇蝎心行，谁也别想推卸责任。张婉宁，你本是一个普通的宗室之女，是皇后把你收为义女，封你为怀柔郡主，你不思感恩，反而处处和我作对。你仗着申归勋的宠爱，在京城里横行霸道，欺压百姓。当年你被刘匪劫掠，申归勋不分青红皂白，就诬陷是我勾结飞图想要害你。这件事差点让我丢了性命，你敢说你没有责任吗？你们两个犯下诸多过错，罪责深重。本来按照你们的罪行，处以极刑都不为过。但我刚刚平定叛乱，不想平增杀业，所以我决定免去你们的死罪。多谢公主殿下不杀之恩，多谢公主殿下不杀之恩。别急着谢我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传我旨意，申归薨依附逆贼，忘恩负义，品行败坏，革去一切官职爵位，贬为庶民。张婉宁搬弄是非，蛇蝎心肠，败坏门风，废除郡主封号，贬为庶民。念在你们夫妻一场，我就成全你们，赐你们二人永不和离，一辈子都要绑在一起，亲慈。殿下，公主殿下不要啊！求您杀了我吧，我宁愿死，也不要和他一辈子绑在一起。我也不要，我不要和他在一起，求公主殿下开恩。怎么，现在不愿意了？当初你们两个不是爱得死去活来吗？为了在一起，不惜毁了我的一切。现在我成全你们，让你们一辈子都在一起。公主殿下饶命啊！以前都是臣妾的错，臣妾不该听信张婉宁的谗言，不该处处针对您，求您饶了臣妾这一次吧。皇后，你身为一国之母，却心胸狭隘，嫉贤妒能。你纵容张婉宁在宫里为非作歹，你还安插眼线，想要害我性命。这些事情，你以为我都忘了吗？臣妾知罪，臣妾知罪，求公主殿下看在先皇帝的面子上，饶了臣妾吧。臣妾愿意去太庙为先帝祈福，一辈子都不出来。好吧，看在先皇帝的面子上，我就饶你一命。传我旨意，皇后德行有亏，废除皇后之位，打入冷宫，终生不得出。谢公主殿下不杀之恩，谢公主殿下不杀之恩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从这一刻起，她就是大雍和北国共同的皇帝，是历史上第一位统一了南北的女皇帝。登基之后，未央立刻开始了大头阔府的改革。他废除了大雍和北国之间所有的隔阂和歧视，允许两国百姓自由通婚、
自由迁徙。他大力发展农业和商业，减轻百姓的赋税，修建水利工程，推广新的耕种技术，让百姓们都能吃饱穿暖。他重视教育，在全国各地修建了大量的学堂，让所有的孩子不论贫富都能读书识字。他整顿吏治，严惩贪官污吏，提拔了一大批有才能、有品德的官员，让朝堂变得更加清明。他还加强了军队的建设，提高了士兵的待遇，同时与周边的国家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。母妃，晨儿，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？母妃，这是北国送来的信，蒋将军说北国一切安好，让您不要担心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母妃，您辛苦了，您不要总是这么劳累，要注意身体。母妃没事，只要能让天下的百姓都过上好日子，母妃再辛苦也值得。对了，晨儿，再过几年，母妃就把皇位传给你，到时候你就是天下的皇帝了。你一定要记住，做皇帝最重要的不是权力，而是责任，要时时刻刻把百姓放在心上，只有这样才能坐稳江山。母妃，我记住了，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，我会做一个好皇帝，让天下的百姓都能过上幸福的日子。他终于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，不用依附于任何人，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，他手握权力，心怀天下，他的人生精彩而辉煌，这就够了。